信一个诈骗犯，我怀疑黑熊作祟。从揭发林金城到现在，1个月查出1个人，等比例要20万人，20万个月。八炯一回来，黑熊力量一直在推他。沈伯洋跟八炯交情不错，补助还有斗内曹清城站台。八炯是黑熊极力栽培的网红，黑熊某种程度上算是个知识分子，还是有他的专业。认知作战自己人里面很厉害，认知障碍专家，最大的障碍是自己。违宪乱政，韩国瑜消财误国。有组织性犯案还是孤狼式犯案？绝对是孤狼式。有组织的至少会有2-3个，会很明确的打诉求。我不了解他这个举动的用意。你为什么要脱裤子？想要讽刺韩国瑜是中共透过别人解释才能理解的文宣，就是一个时代文宣。这时代文宣啊！我宁可他拿红墨汁，就直接往脸上挤，会碰到韩国瑜嘴巴，对吧？槟榔嘴抓到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这个国家有更重要的事，那这什么事更重要呢？当然是痛骂蓝白啊！拜读了后发现有很多很瞎的提案，胡乱编列预算被删减活该，胡乱乱删预算被骂爆是应该哦。就像我那个决议嘛，就是删了大概939亿左右。下礼拜还要再有第2波这个删减案，然后他今天晚上就要开直播，蓝白的水准在哪里？政治人物，尤其是你不在第一线的人，对于立法院的议题，不要上车的那么快，因为翻车的速度会超快，尤其现在又跟过去8年不一样。绿营的文宣出去了，跟最后出来的结果会不一样。花东建设3法，2兆啊，2兆千坑，他就上车了。对，车子一开，有时候车门快焊死。等一下，车门别焊死，来不及了。林州妈被 Kitty。只要有人说八炯你翻车了，他就说不是，这不是我讲的。可是八炯他没有道歉的是，第一个他不查证，他就到处讲，被打脸了。然后他说那不是我讲的，那关我什么事？你们要去问他。从他揭发林金城到现在，1个月让你查出1个人，按照这个等比例，要去查到有20万人，要多久啊？就要20万个月。中华民国还在不在我都不知道，地球还在不在？对，我按照他的逻辑还持续在查嘛。好，我们就相信你真的就是持续在查，然后他就开新战场了。看，我跟你讲，新北、台中有5个地方可以办对岸的身份。当你查到第20万人的时候，查到的第一人早都已经做股，不知道多久了。你永远抽不齐那20万人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算你持续每1个月都可以查到1个，而且其实你去信一个诈骗犯，只要我方要求向陆方要求，一要求他就送回来了。我怀疑这件事情，黑熊在后面有作祟。我非常确定，我有听到沈伯洋跟八炯交情不错。八炯一回来，黑熊力量一直在推他。八炯是黑熊极力栽培的网红，举牌子还要给他抖内，公益劝募去搞政治活动就算了，然后卫福部还装死，然后呢后面还有补助，还有抖内，还有曹清城站台。吴一农他明明跟黑熊一直在赚钱，这个为什么吴一农很少跟黑熊同台？预算那么多不够分，够分，绝对够分。吴一农算不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？黑熊再怎么闹，某种程度上虽然有幻想症，但是也还算是个知识分子。但八炯。平常讲，我觉得沈伯洋他还是有他的专业，而且也是在认知作战自己人里面很厉害，那叫认知障碍。最大的障碍是自己。民进党是很马列市政党，他比国民党还马列市政，因为国民党是从革命政党，革命政党其实不是真正政党，它是这种组织型，它是挂有政党，但不是现代化政党，它是帮会，再变成同盟会，同盟会就叫做用台湾人就天道盟。韩国瑜消财误国，韩国瑜消财误国，违宪乱政。我不了解他这个举动的用意。你如果里面的内裤上面写韩国瑜，我还可以理解。我爱韩国瑜，或者是我讨厌韩国瑜，我恨韩国瑜。对，或者违宪乱政。对，或者是可能是某一个政治人物或什么，在你做这个行为之前，他是跟内裤这个梗有做连结的。那我还可以理解嘛。比如说，好了，我们讲王8000，你拿8000块出来甩，大家都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但是内裤缺财误国，到底是谁要钱？民进党，你们要我们拿钱拨补台电，今年说要拿多少？2000亿耶。对啊，这才是不是缺财误国？因为你们错误的能源政策，所以要削我们的财去救那些绿能绿电。台电从2023年到现在拨补多少钱？从2023年增资1500亿，拨补500亿；2024年投资拨补1000亿，要拨补2000亿，那等于花了6000亿耶。对，花了6000亿元，然后你跟我说这不是削财误国，然后你对韩国瑜说你才削财误国，你在违宪乱政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说6000亿不多啦，占我们的那个总预算才多少而已，哎呦，对不对？但是我跟你讲砍他的900亿，他就开始挖角，挖角不行，你砍我900亿，你要我的命，6000亿拿去填那些钱根，没关系 ，OK， 我们可以接受。其实你就砍9万，他也会来讲。
你怎么可以删掉我们的林非凡？300万。而且我真的不明白，抗议就是要把你的诉求讲给对方听，你为什么要脱裤子？你这样只会让大家记得你穿着一条红内裤，然后在那边跑来跑去。但是想要讽刺韩国瑜是红的中共是红的，透过别人解释才能理解的文宣，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宣。这时代文宣啊！我宁可他拿红墨汁，就直接往韩国瑜身上挤。如果他真的泼到韩国瑜，被泼到韩国瑜嘴巴，对吧？槟榔嘴抓到了。你们两位觉得今天这件事是有组织性犯案，还是这两个孤狼式犯案？绝对是孤狼式。我觉得是孤狼哎，你觉得是孤狼式？我觉得是孤狼怎么说？我觉得有组织的，我记得至少会有到2-3个，然后他们会很明确的就是表达诉求。比方说蒋万安他在讲228的事情的时候，然后被人家抗议嘛，那个时候就有2-3个人突然冲出来，然后有人负责把警察挡住。如果是有组织的，会很明确的表达诉求。可是我觉得这两个，第一个我觉得来乱的成分很大，而且他们都戴了口罩，就摆明就是，他们有预谋，预谋孤狼，但是他们就是孤狼，他们就是可能男的啊，没有，这位好像是女性哦，是吗？对，这位好像这是男性没错。对，前段这个行为，他们可能组织知道。违宪乱政，消财误国。后面这个行为，你就脱裤子吗？我不认为脱裤子这件事情，这也许他自己加码。上次碰瓷哥去碰瓷柳杰克是孤狼还是有计划？我觉得有计划，他跟很久，旁边有人在拍。对，旁边有人在拍，在借位，故意把他引去那个地方。结果柳杰克小编的反应还蛮快，自动先把镜头往上，刚好照到全人，因为他们一个 pass 过去他就倒。他们可能2个人讲好，可是我认为啦，还是有组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碰瓷哥是有组织的，那现在这些青鸟至少是小团体内的组织，是鼓励你们做这种事情，但是他们做断点，就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。但是我有一个孤狼，但是有背后联络青鸟跟黑熊之间的关系，黑熊是组织，青鸟是社群。他透过黑熊的组织下辖，像金民联啊、经济民主联合这些，他把社群给控制住，然后在社群里面散播极端思想，然后进而去鼓噪这些行为。是，然后他们会提供一些 idea， 那做不做就你们。但是谁做成功，对，就往后。我为什么对八炯非常不爽？因为八炯在鼓动杀人，我把周子舒伤害，拿枪捷运枪里面打死。捷运里面杀人在台湾是大忌的。他有做一支影片，前导影片。然后他跟闽南党合拍，然后里面都是侧翼在演什么皮金儿啊、史书华、不没有史书华一样，对白来子都瓦史书华，对，意义在哪呢？他就蹦蹦蹦，然后人家投降来，继续说投降。他在演说，如果老公来的话会这样。他就把那些，他意思